前阵子劳动部爆发了严重的丑闻，有公务员在办公室疑似因为受不了长官霸凌，选择在办公室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后续包含当事人甚至是劳动部的回应，都被批评是荒腔走板，激起了群众的愤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台湾的劳动权益还有救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劳动部职场霸凌争议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11月初，有人爆料，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北基宜花金马分署呢，有一位39岁的吴姓公务员，疑似因为受不了长期的职场压力，选择在办公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虽然台湾劳动权益的问题一直都时有所闻哦，但这一次的争议竟然发生在理应照顾劳工的劳动部，所以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引发了社会哗然。而且劳动部后续一连串的这个回应，除了荒腔走板之外，我们可能很难找到更好的形容词。有愤怒的民众跑到行政院丢石头表达不满，有人开始肉搜涉案的相关人员，找到他们更多的不良记录，又有人扬言说要用自己的方式让这些当事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得到最严厉的惩罚。所以这一次的事件到底有多扯？为什么公务员的职场压力问题这几年好像越来越多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你喜欢怎样的礼物？是漂亮的小废物好，还是实用的丑东西赞呢？小孩子才做选择哦，大人们你值得拥有漂亮又实用的招财进宝钢笔礼盒。这款 Artex 跟故宫博物院联名推出的钢笔采用了 Sherman 顶级笔尖，每一支都是由台湾在地职人手工打造。笔身雕有镂空的球纹，灵感来自于故宫典藏文物白瓷球纹盒，象征着财富连绵。既是高品质的书写工具，也是雅致的开运风水摆件，送礼或自用都很适合。还可以加购客制化笔身雷射雕刻，打造独一无二的钢笔哦。现在到泽泽下单就享有早鸟优惠79折，结账输入折扣码#77，还可以再折50元。优惠倒数当中，赶快点击资讯栏购买吧。在吴姓公务员过世的消息出现之后呢，有多名匿名的分署员工在社交网络啊，还有这个媒体上面爆料，包含吴姓公务员在内，很多人都长期被分署长谢宜荣职场霸凌。他们说，谢宜荣常常会提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比如他会在下班时间仍用 LINE 交办工作任务，并要求员工及时回应。在网络爆料的录音当中呢，谢宜荣疑似因为员工没有及时回讯，多次的指责他们说，理当你们就是要待命啊，基本的网络礼仪不懂吗？但在这样随时待命的状况之下呢，许多员工长期超时工作。有自称是吴姓公务员同事的人呢，在 Threads 上面发文说，吴姓公务员常常早上6时前就上班，虽然下午4时30分就能够下班哦，但无难都会先打下班卡，再返回位置继续工作。后续也有立委调出监视录影，发现吴姓员工呢，从10月中开始，每天上午5时多上班，晚上9时下班，工时呢长达16小时，甚至假日也回去公司。那除了过劳问题哦，还有一些员工指控谢宜荣会直接辱骂员工。许多员工说的，谢宜荣在工作当中经常会情绪失控啊，摔公文、大声咆哮、侮辱下属，贬低他们的学历跟工作能力。甚至据说呢，他会将多名的下属叫进办公室，当面的羞辱他们，并要他们在办公室罚站。另外还有媒体报道说，在谢宜荣的2年任内，总共有81位的员工离退，其中包含了主任、科长等17位的主管离职。那除了有许多人指控谢霸凌下属，也有人指证莉莉的说，在亲生事件发生之后，谢宜荣疑似想要试图掩盖事情，不让消息传出去。有报道说，在吴姓公务员离世之后，谢宜荣试图约谈其他同仁，要求他们不要将事情讲出去。媒体流出的录音档当中呢，谢宜荣说，事情被流出去，他非常愤怒，他不允许大家在外面说嘴，甚至也不要内部讨论，并一连反问3次，大家做得到吗？而且还有人爆料说，吴姓公务员的遗体从办公室大楼送出去时，谢宜荣呢曾指示说不得使用长官专用电梯，并下令遗体不能够盖上白布，所以最后遗体只能够用轮椅以坐姿的方式运下楼。许多现场的同仁看到之后感到不适，觉得不太尊重死者。不过后续新北市政府的消防局出来澄清说，当时是因为消防车上面没有白布，而且因为家属要求送医，所以为了节省时间，采用乙式担架运送吴姓公务员，并没有受到外界的施压。那关于这个说法呢，有不少人还是半信半疑哦。而且其他像是谢宜荣疑似霸凌啊、掩盖事实的指控，也都没有得到回应，所以很多人都纷纷的要求劳动部出来面对。对此，劳动部也确实展开了内部调查，并给出了调查报告，但这份调查报告却反而引起了更大的争议。
事情发生在半个月后，11月19日那天，劳动部召开了记者会，部长何佩珊宣布这次事件的调查报告。调查发现呢，吴姓公务员在生前确实是长期超时工作，而且工作时也没有得到所需的资源跟支持。劳动部认为这些跟他的死直接相关。那至于职场霸凌的部分呢，劳动部调查发现谢宜荣的管理方式和情绪控管不当，确实让职员觉得自己被霸凌。不过报告认为呢，这些不当行为呢是目的良善，而且无法证明这些行为跟吴姓公务员的过世有直接关联。另外，劳动部觉得，虽然谢分署长的管理方式并非同仁离开的直接原因，但他仍需为此负机关首长的行政责任。所以，劳动部呢决定把谢宜荣调离北分署长一职，并且降调为非主管职。另外，劳动部呢也处分了发展署署长蔡孟良，因为他没能够有效的监督下属，所以这件事情也应该负有管理责任。但是劳动部的这份报告回应不仅没有能够平息大众的怒火，反而引起了更大的争议。像是报告当中的目的良善、霸凌跟死亡没有直接关系的说法，引起了许多人不满。许多人觉得这些说法不仅缺乏对于受害者的同理心，更是在推卸责任，为谢宜荣的行为开脱。报告出来第2天之后，部长何佩珊在立法院说，目的良善只是一句专业用语，更强调这是一份呕心沥血的专案报告。那他这样的说法呢，又让外界更加愤怒，好像劳动部觉得自己委屈一样。有些立委反问所以劳动部的意思是，未来只要长官觉得自己目的良善，就可以霸凌下属吗？除了对于报告当中这些说法感到不满也有人觉得劳动部对于谢宜荣调职的惩罚太轻，应该要直接停职。因此，许多人质疑劳动部的调查不力，甚至怀疑劳动部是不是想要刻意的包庇谢宜荣。那在众怒之下，有更多的民众、媒体开始自行的调查谢宜荣，爆出了谢宜荣疑似牵扯的更多问题。事情越演越烈时呢，谢宜荣也遭到了更多的质疑。有人质疑他为什么神隐多日，是不是想要逃避责任？还有人爆料说呢，谢宜荣以前就有职场霸凌的争议，之前有北分署的员工想要告发他，却反遭到谢宜荣的威胁，他也说要抓出告密者移交法办。那除了这些，还有许多人怀疑谢宜荣的背景很硬，背后有靠山，像是有媒体爆料说，谢宜荣是受到前劳动部长许明春、劳动力发展署署长蔡孟良特别拔擢，从科长直升成北分署长，跳过以往组长等职的历练。那为了挖出更多谢宜荣的背景许多网友要求网红4叉猫肉搜谢宜荣，甚至开始自行的肉搜他的身家背景。而这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无关的人士受到了波及跟误会。那除了霸凌跟背景争议，谢宜荣也牵扯到了一些图利的嫌疑，像是有职员指出，谢宜荣会在办公室内公费安装轨道灯，用来照亮他的个人职务，导致分署的电费异常的增长55万。还有人爆料谢宜荣涉嫌滥用公款，说他曾经用公务的预算宴请友人，一餐的花费就高达4万2千元。另外，民众党籍的立委黄国昌也指控说，谢宜荣曾经花费大量来自于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就业保险基金的公款，用在送礼上面，金额高达183万元。他还指出，除了挪用公款，他还疑似委任与他关系密切的人士来承接多项尚未发包的设计案。那事情越烧越旺劳动部公布调查不到1天，就再次的出面回应，更改了对于谢的处罚，而谢宜荣本人也终于出来回应质疑。11月20号的下午劳动部部长何佩珊再次的出面回应公众质疑，并改口说目的良善的用语错了，他们承认这个错误，也会调整先前对于谢宜荣的处罚，直接把他停职。随后，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出来致歉，表示会将相关的惩处送到考纪会，并会记谢宜荣2大过，将他送到惩戒法院。那在11月20日的晚上谢宜荣也发布道歉声明，承认自己在管理的过程当中没能够及时的提供支援，导致同仁倍感压力，他对此深感抱歉。不过他在声明当中也强调说，根据先前的调查报告，吴姓公务员的离世与他的领导风格没有直接关联。同时，他的律师还发表12点声明，说网络上面针对他的都是不实指控，而这些指控对他造成伤害，而且会影响到公部门的调查。谢宜荣的这份道歉声明许多民众看了之后仍然感到非常的愤怒，觉得声明没有诚意，仍然是在为自己辩解，而不是真心的悔过。对此，11月22日，谢宜荣又在 YouTube 个人频道发布新的道歉影片，哭着说自己久久没有出现，是因为一直在反省，并且再次对于逝世的员工、关心此事的社会大众致歉。而在事情越闹越大之后，劳动部部长何佩珊也在22日引咎辞职，并将由民进党不分区立委洪申翰上任接管劳动部。洪申翰说，他会全面的检讨劳动部的问题，并将谢宜荣移送司法调查。
目前新北地检署呢也以他自案展开了这个渎职罪的调查。除了涉嫌这个渎职罪之外呢，台北市议员钟小平也到了台北地检署告发谢依荣涉犯过失致死，而此案呢也已经移交了新北地检署，由新北地检署承办。也就是说，目前大家最关心的具体案件细节，可能要等之后的司法调查才会有更完整的资讯。不过，就算是在这个时间点呢，也有很多人提醒，这次的事件可能不只是个案，所以呼吁大家应该要认真的正视这个严重的问题。这起事件引起了大家对于台湾公务员劳动状况的关注。有些网友翻出以前的新闻，发现在这之前呢，就陆续有公务员过劳啊，遭到这个职场霸凌的状况。例如，在2022到2023年之间呢，台北市政府1年内就有3位的基层公务员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其中1位也是疑似因为遭到了霸凌。更早在2020年时，金山区公所也爆出有小编因为过劳而猝死。那除了这些以前的案例无姓公务员事件发酵之后，陆续也有多位的网友出来揭露说自己也是公务员，加班严重，工作压力很大，甚至也有人遭到过类似的职场霸凌。那除了当事人的揭露，最近呢有媒体也陆续的报道其他类似的职场霸凌事件。像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陈素芬馆长呢，疑似彪骂下属，涉嫌到职场霸凌。而教育部在调查之后，也觉得陈素芬呢已经不适合继续的担任机关首长的职务。这接二连三的事件呢，都让人担忧台湾公务员过劳遭到职场霸凌状况可能很普遍。那究竟为什么台湾公务员的工作环境变得越来越糟糕呢？一些专家指出，这在台湾可能是长期的结构性问题。近年来，政府公部门的人力非常紧缺。一方面，政府公部门的人力经费不足，许多的公部门编制缩减；另外一方面呢，公务员的报考人数也不断在下降。像是2023年报考的人数突破新低，仅66402人报名，远低于2020年的83616人。因为人力不足，公部门常常出现一人多职的状况，许多的公务员因此被迫长时间加班。像新北市政府1、2级机关这1到9月的加班时数累积高达了752178小时，最高局处的这个月人均加班呢达到24小时以上。在长期加班的工作环境当中呢，也让许多的公务员不堪重负，最终选择离职，形成了公务员离职潮。像是2023年呢，共2752名的公务员辞职，创下历史新高，这就让人力变得更加的紧缺，而人在职的这个员工工作压力呢，也就变得更大，最终形成了公部门人手不足、员工加班严重、离职潮加剧、人手更不足、过劳状况更严重的恶性循环。那在本就人力不足的状况之下，工作量却没有减少，而且上层的管理者也常常会忽视基层人员的工作负荷，人一味的呢将工作压力层层转嫁，最终造成了基层人员不堪重负的状况。另外，也有许多的专家跟当事人指出，台湾许多的公部门的管理者仍采用威权式的领导风格，许多管理者喜欢发号施令，要求下属必须服从，甚至呢还经常将这个情绪压力转嫁给下属。在权威式的工作环境当中，许多员工常常不敢抗议，更不敢寻求其他的申诉管道。在这个事件刚爆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非常的诧异，因为劳动部的天职就是要照顾劳工，但他们却爆出了职场霸凌的争议，让人非常失望。那这样的失望呢，在我们看到劳动部后续的调查报告时，更是进一步的转成了愤怒。因为从他们的说法看来呢，劳动部似乎没有意识到谢依荣对于下属的所作所为有什么明显的问题，不只帮他强调利益良善，还说无法证实这跟后续的结局有明确的关联。对，我们承认，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因果确实很难认定，但这可是一条人命啊！一个为了国家服务的年轻人，在你这边受到了很大的委屈，而理应照顾劳工的劳动部却用这样子的态度来回应。无论是受害者家属，或是像我们这样的群众，看到这样的发展，到底要怎么样相信劳动部可以好好的照顾这整个国家的劳工呢？而且我们更在意的是，在当初的那份调查报告当中，对于之后要怎么样避免再出现类似的事件，劳动部也完全没有提供具体的检讨跟预防方案，也没有责任追究的这个机制。尤其这些职场霸凌议题，大家都知道不是特例，今天这把火都直接烧到劳动部了。那从后续大家讨论来看呢，这边也有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需要解决。那虽然现在部长换人了，但新的洪部长究竟能不能够带来实质的改变，还是需要大家一起关注，要求他们拿出应对的防范机制。那最近这阵子呢，我们已经有看到很多的民众跟团体都有站出来分享他们遇到的困境。之后我们应该也会制作其他关于公务员过劳的议题影片，再请大家一起持续关注了。好的，那今天的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对于这类职场霸凌事件，你认为怎么做最有效呢？政府应该设立更有效的霸凌防治机制，比公务机关内部要多检讨、改变管理制度，避免威权式的管理。
自己主管本人要增强心理素质，减少他们情绪管控失调的状况。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劳动部职场霸凌争议。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台湾检察官为何纷纷辞职，以及台湾学生越来越过劳。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么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